好瓜，我是 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那相信爱看电影的朋友肯定对片场这个词非常熟悉。顾名思义，片场就是影视拍摄的场地，只要你的影片需要，逻辑上这处处都是片场。它可大可小，小到我们这几个人组成的这么一个 talking 场景，大到能够进故宫拍摄一场戏，光是群演就多达2000个人的末代皇帝，这都是片场。那当片场聚集起来之后，有的地方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大的影视基地，同时也成为了影视全流程各个工业的集合地。这个绝对会比你想的要夸张一点。那我举个例子，逻辑上现在你拿着一个剧本，还有一笔预算，你走进横店打算拍一个网剧，那从你开始拍摄到审片，你能够一条龙的就地完成。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全世界最大的几个影视拍摄基地背后的故事。说到影视拍摄基地，想必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横店影视城。它被美国好莱坞报道称为中国好莱坞，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差不多有16.5个鸟巢、4.5个故宫这么大，最多能容纳100个剧组同时开拍。那这里基本上承担了我国1/4的电影、1/3的电视剧以及2/3的古装片的拍摄。虽然现在横店如此辉煌，但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它还只是一个小山村。那时候谢晋导演正在拍摄的鸦片战争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场景，那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受人推荐去到了横店，并得到了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的承诺，说3个月内一定给你建好。于是在1996年，横店的第一个影视基地广州街修建完成，鸦片战争也顺利拍摄，这让横店逐渐被剧组所注意到，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影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如今，横店拥有20多座大型影视实景拍摄基地，130多个室内摄影棚。不管你是民国还是古装、现代还是谍战，都能找到适合的场地。那在这些场景里面，有很多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横店里面最大的场景明清宫苑，它是按照北京故宫1比1来修建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甄嬛传都是在这里拍摄和取景的。再比如清明上河图基地，就是参照了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建造而成的。那花千骨、仙剑奇侠传、梦华录里面，你都能看到这些场景的身影。那拍摄过潜伏、伪装者、老九门的广州街、香港街，也是民国戏和谍战片最喜欢的地方啊。所以你能想象吗？同样一个场景，它有无数不同的故事曾经在这里上演啊，都是在这里拍的。比如这条河仙居永安溪，曾经有人在这边乘凉赏析，有人在这里大声密谋，有人在这里围堵劫杀，也有人在这里这个深情拥吻啊。你也可以说说看你看到过的壮景场景。当然，大多数剧组还是会根据剧本的内容还有风格，在原来的场景里面重新置景，打出差异化。但是有的导演也会根据剧本来新建场景，比如说诺兰的《星际穿越》里面的500英亩的玉米地，就是开拍前半年实打实种出来的。难以想象，就是500英亩，相当于300个足球场这么大，就是为了拍这个戏。那再比如说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里面的经典一幕，这将近4万平的北平城屋顶，就是在云南一砖一瓦建造完成的。那还有着拍一部电影建一座城的传说的这个陈凯歌导演，拍荆轲刺秦王时在横店建了秦王宫，拍《妖猫传》的时候在襄阳打造了唐城，拍《赵氏孤儿》的时候在象山建造了春秋战国城。那这些场景也被后来很多经典的作品来使用，所以可以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话又说回来，光有好的场景那当然远远不够。横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好莱坞，它的影视配套设施是非常完善的，不仅有经验丰富的技工、杂工、场工，还有大量的拍摄器材，还有辅助设备，各种影视人才你都能在这里找到。那如果你需要置景，这里从古至今的道具有近1件，如果你有特殊的需要，还可以量身来给你定做。如果你需要不同年代的车，这里连车带驾驶员都能给你配得整整齐齐。如果古装戏里面需要马匹，那各种大小颜色还有品种的马都是一应俱全的。那除了这些以外，横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就是横漂的群演组织。横店的群演人数你可能难以想象，有超过20万人，注册加入演员工会的人也有10万多人，剧组都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最合适的群演。横店能够一步步从一个小山村发展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之一，这和它坚定走影视道路是分不开关系的。那它和中国影视，尤其是古装剧的发展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这才有了今天的辉煌。那同样如此的，还有个在西方的世界闻名的电影中心值得来讲讲，那就是好莱坞。早
早期的好莱坞和横店一样，只是洛杉矶西北部的郊外的一块地方。那之所以能够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基地，还是要说到一位这个臭名昭著的发明大王爱迪生。19世纪末，爱迪生的公司拥有很多电影拍摄的技术专利，那基本上电影人拍的影片都有专利侵权的行为，所以爱迪生非常大度，成立了一个专利公司，挨个每个人都来起诉一遍，垄断电影行业来赚钱。那有的交不起钱的不服气的电影人就决定跑路，去个他手够不到的地方。那随后他们就发现了好莱坞这块圣地，不仅日照充足，气候温暖，劳动成本低，地理环境还多种多样。就算是爱迪生打过来了，他们也能够马上跑到隔壁的墨西哥去躲一躲。所以越来越多电影公司在那边成立，美国电影也逐渐从那里开始发展。但是它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世纪之初，好莱坞的电影题材越来越刺激。那为了改进电影的形象，让电影呈现在大众面前是安全的，美国电影协会颁发了一部叫做《电影制作法典》，也称之为海斯法典，里面制定了一套准则还有规范，里面的一些要求也可以说是非常离谱。比如说不准描述谋杀，男女纯洁接吻不能超过3秒等等，这让许多导演都是束手无策，这怎么创作？极度限制好莱坞电影的发展。那当然也会有叛逆的导演，比如说希区柯克的《美人计》，男女演员亲3秒他就分开一下，亲3秒再分开一下，就这样硬生生亲了2分半钟这是真的大事。那直到60年代，海斯法典废除，出台了分级的制度，好莱坞电影工业才逐渐走向了辉煌。那现如今，好莱坞已经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电影工业基地，每年有700-800部影片和观众见面。那虽然基本上是商业电影占大头为了赚钱恰饭，但在这个不断迭代的工业流程之下，好莱坞每年依旧在创造出很多震撼优秀的作品。但是你也别觉得这都是好的作品，这700-800部片子，其实他们的烂片还是相当多的。比如说这个针对鲨鱼好莱坞心爱的题材，就出了不少烂出天际的经典沙雕片像这大名鼎鼎的沙卷夫6部曲等等，直接给我看傻了，这什么片子？你有看过什么好莱坞的烂片吗？也可以在公屏上说一说，我觉得真的还挺多的。那除了好莱坞，宝莱坞这一名词这几年也逐渐进入大家的视野，它就是印度孟买的这个电影工业基地的别名，那也被泛称为印度电影。那如果你有看过或者喜欢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其实也真的有挺多不错的片子。那他们的类型大多都是歌舞片，而且动不动就是3个多小时，原因也非常有趣，因为印度它非常热，观众会希望花钱在电影院里面舒舒服服吹3个小时的空调，所以印度影片的表演者通常被称之为 Pasavasu， 也就是前之所指的意思。但是印度电影这个盗版非常泛滥不法分子非常猖狂，有的时候甚至盗版的 DVD 比电影公映还早出了，这非常离谱。这就好比是有一天晚上你在路上走，突然来一个大哥，啪把这衣服一扯，跟你说兄弟，这《流浪地球2》看不看？《流浪地球2》来一张吧。但就算如此，宝莱坞影片的年产量还是非常大的，甚至快接近好莱坞年产量的2倍，平均一年要有1000多部。也许你会觉得这已经算是多了吧？答案就是并不是，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我们没有提到，影片的年产量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宝莱坞的2倍，2500部一年。那这是哪里呢？公布结果就是非洲脑莱坞，你可能没有听说过，它位于非洲尼日利亚。那虽然产量多，但是他们的制作预算整体都在1.5万到4万美金左右，也就是10几20万人民币吧，就给你拍部电影出来。那要知道，好莱坞电影的预算最低也是500万美元。那虽然他们片子产量多，但是质量吧确实欠佳，剧情离谱狗血的是一抓一大把，尤其是他们的特效，我可以放一点给你感受一下。牛，太牛了！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拿着相机一顿爽拍，然后随便剪辑一下，这片子也就出来了。那不过现在他们的质量也在逐渐精良，也有很多优秀、充满本土特色的影片在涌现出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挺有意思的。那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影视基地，比如说拍摄过《荒野大镖客》还有《西部往事》等众多西部片的塔维纳斯。它建设在欧洲大陆唯一的一片沙漠之中，那很多剧组都是为了它独特的沙漠风光慕名而来。再比如说日本的东映太晴映画村，这里是东映拍摄年代剧的外景地，每年在这里产出的影片也有200多部。那《银魂》就是出自于这里。那像国内除了横店，还有拍摄过《九州缥缈录》、上阳赋的襄阳唐城影视基地，拍过《红高粱》《大话西游》的镇北堡、西部影城等等，都在逐渐发展。
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对影视基地有没有更了解一些？如果感兴趣的话，在假期去体验游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学习很多东西。那当然前提是不要打扰人家拍摄，这是一定要注意的。那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同步、3连转发，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如果你有什么其他想看的内容，或者是影视相关的东西，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打在公屏上，说不定下一期我们就会把它做出来。那么我们下次再见。